大家好，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高情商的人在搞对象，包括社交的时候都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溜，对吧？但有意思的是啊，高情商最终体现出来的表现啊，我们看到的其实无非是理解自己当下该做什么啊，该说什么，然后去做出来。情商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啊，我觉得它逻辑上有点像 AI 了，得到一个信息，然后经过一系列我们不可理解的运算，最后得出一个结果。所以我一直想，如果只看结果的话，是否能够在不那么依赖情商的复杂运算下，直接得出结果，也就是知道自己当下该做什么，然后同样去做嘛。直到我看到了一个思维模型，我惊讶地发现啊，只要简单的修改一下，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模拟高情商的表现。至少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比如表白、一次重要的约会等等吧，它会让我们做出那个唯一正确的行为。这个模型就是时间管理的4象限法则。对，这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啊，它原本是来帮助我们做时间管理、提高工作效率的，可能你也看过。但今天我们就从搞对象作为切入点，来套用一下这个模型，看看。好，在面对异性的时候，特别是前面的阶段，不那么了解对方的时候，我们最头疼的问题其实是不知道当下该做什么啊。注意啊，做什么这不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比如表白是对是错，谁说表白就一定掉价了呢？不严谨。但是啊，当我们加上时间条件的时候，一个行为就开始分对错了。在合适的时候表白，你情我愿的时候，没羞没臊的时候，就是对的。在不合适的时候，比如别人有对象啊，正在甜蜜蜜的时候，就显得很嘚嘛。所以是什么决定了对错呢？是 timing。而这个4象限法则的牛逼之处啊，就在于它考虑到了时间。它通过重要和紧急2个维度划分出了4种结果。也就是说，当下我们即将要做的这个事情，有可能是重要且紧急的，重要但不紧急的，紧急但不重要的，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可能有同学看到这里会有一点点感觉啊，但不会很清晰，我相信。没问题啊。Follow me。其实啊，很多人用不上这张表，是因为定义出了问题。就是说，什么事情是重要的，什么是紧急的啊？一般工作上比较好分辨了，但是在搞对象，特别前期，面对一个活人，我们很容易把紧急的事等同于重要的事。那什么才是重要？我总结了一句话送给大家：对目的有争议的事情，就是重要的，而且争议越大越重要。比如面对喜欢的人，没话题嘛，就没话找话，硬着头皮聊，头皮都变硬了，好像2个人一直是在互动，一直有联系，但对于目的，也就是拉近关系嘛，有实质性的帮助吗？其实没啥帮助嘛，所以硬聊就不重要。比如啊，我被分手了，理性上我知道应该先断联，降低负面情绪嘛，但我就是忍不住啊，怕对方被别人抢走了，就天天在那赖线，博一个回心转意吧。这种赖线对于目的，也就是消除负面情绪，有争议吗？没有，所以这也不重要。所以你看，我们要先确定目的，是目的决定了到底何为争议。好，再来一个啊，一个男生晚上12点约你出去喝酒，想一下啊，去对关系有争议吗？这就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也想纵享丝滑吧，那是有争议的。像这种暧昧的邀约，利用好了，肯定一日签进展很快啊，就那意思。所以这次赴约就是重要的。但如果你是想谈一段严肃的、认真的恋爱，那么深夜和对方去喝酒，对于目的来说就没有什么明显的争议了，就不重要。所以判断一件事情是否重要，看目的和争议。2个关键词缺一不可啊。那什么叫紧急？紧急经常会带这种迷惑性，它用一种逼迫性的高雅姿态，试图掩盖住、混淆掉真正重要的部分。那同样，我们给紧急下一个定义啊，就是当下不做会导致明显负面后果的事情。比如日常微信上的闲聊啊，我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很好，我给 UP 点赞了。这种琐事啊，其实就不太紧急了啊，晚点回也不影响。但是，对方如果今天遭遇了什么事情，和老爸吵架了，然后想找我们聊聊心事，这个时候我们不理，过了这村可能就没这店了，对吧？所以这就比较紧急了。再比如我们约吃饭吧。
这个事情可以是紧急的，因为这涉及到2个人的时间工作安排，越早确定，可能对2边安排时间都越好吧。但是经常的吃什么就无所谓了，日料还是牛排，这个不紧急。好，定义我们应该比较清楚了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最牛逼的部分，是我觉得可以去模拟高情商的部分，也就是这个模型究竟怎么用。第一，优先解决第一象限，也就是重要且紧急的事情。这个很好理解啊，如果一件事情又紧急又重要，那么通常来说，我们都不可能有 Plan B 的。Just do it。第二象限，也就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我们要宏观的做规划，做到心里有数。比如在认识的阶段，互相了解很重要，但是这个紧急吗？我跟你加完微信之后，我不一定要马上去问你，你叫什么？你在哪上学啊？你缺不缺对象啊？太紧急，反而就变成了猴急嘛。再说表白重要吗？重要。但它不紧急，因为你知道的，表白是水到渠成，而不是破釜沉舟吧。所以太着急着表白也显得很猴急。这些重要的事情要有耐心，要给我们自己足够的准备的时间，不一定要快但是要准，要狠，就是那个 timing 嘛。第三，紧急但不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收缩我们的注意力。比如我们经常的可能会在喜欢的人面前说错一些话犯一些小错误吧。经常有这种问题。哎呀，他发这个表情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觉得我冒犯他了我要回什么呀？为什么这不好？因为大量的时间放在这些实际没啥用的事情上，会导致我们看不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会讲错话，不知道回什么信息？实际上是我没有刻意的去培养过聊天的能力，所以聊起来不从容。培养聊天能力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而且它不紧急这个东西也急不来，对吧？要慢慢培养。我们在上面花的时间越多，获得的增益也就越多以后不管谁都呱呱聊。所以我们不被这些看起来紧急的事情牵着鼻子走，我们会更容易拿出精力去投资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而且细心的同学会发现，紧急和重要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很微妙的零和关系他们经常是此消彼长的。我们刚刚说聊天技能强的人和对面聊起来他不会觉得很紧急的，不管对方在说啥都在控制范围内的感觉。再比如我看过有些人平时会注重培养情绪稳定的能力，他花了很多功夫在这件不太紧急但绝对重要的事情上，那么事到临头他就可以把更多别人视作重要又紧急的事情看得轻松很多，他不会感觉很挣扎，对吧？往往要很努力才能显得毫不费力嘛还有很多很多了。所以我们发力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能力变强了，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变得不太紧急了。第四，对于不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就一个字，滚。4个象限，4条规则。而且我自己是在一些事情上套用过这个模型，反复验证之后，我个人觉得真的指导性是很强的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然后我延伸一点就我发现我们有时候可能需要主动调节某些事情所处的象限。就说挽回我们被分手了，也许对大部分人来说，挽回是又重要又紧急的事情。但如同我们前面说的，这件事情急不来，给对方时间去调整心情，也给自己时间去调整心情。你明知道赖线是不对的，但它好像就自动的钻到第一象限里面去了，而且没有经过你的允许所以我们必须主动的把它调整到重要但不紧急的部分，把它挪到第2象限里面，这样保证我们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真的尽力了对方就是不可能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件事情主动的挪到不紧急也不重要的部分里面，就是第4象限，去找一个新的人，合适的人。这件事情我们是否可以主动的把它挪到第1象限又重要又紧急的部分里面？我真的觉得逻辑上我们能熟练的运用这套规则，那不永远在做对的事吗？最后
约会。巴巴拉。